用明矾和牆灰制成的面包，摻雜着大量面粉的奶粉。为了婴兒不哭不鬧，喂下含有鸦片的糖浆，把水银放在牙刷上给宝宝刷牙。孩子死亡后还将其摆拍成活着的样子作为留念。这些听着就感觉離譜的事件，却真实的发生在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时期。那个时候的孩子自一出生便是地狱模式，越是有钱的貴族越是如此。害死嬰兒的方法直接能震碎每個人的三觀。之前莫言做過一期視頻，裡面詳細講解了中世紀的歐洲到底有多髒。可殊不知，自中世紀結束的幾百年後，這些自稱紳士、號稱代表科技文明的西方世界，依舊仿佛沒有開化的直立人一般，各種奇葩操作層出不窮。眾所周知，維多利亞時期的歐洲是一個性解放的時代，當時的人們信奉浪漫主義和戀愛自由，每個人都在追求精神和肉體上的臨時歸屬，所以導致很多女性未婚先孕，而大部分人由於教派宗旨禁止墮胎，只能選擇生下來。但生歸生，養歸養，貧窮一些的家庭會選擇將嬰兒遺棄在福利院門口，而富人家則會多出一個選擇，那便是將孩子寄養在鄉下的農戶家中。也就是在這種大環境之下誕生了嬰兒農場。這四個字就算到了現在也是歐洲人不願提及的黑歷史。這種機構每年只需要支付10英鎊就能給孩子們找到一個家，並且隨時能過來看看孩子。如果想直接斷絕與孩子的關係，將其永久地留在嬰兒農場，則需要一次性支付120英鎊，並同時失去了監護權。聽到這裡時，相信所有人都發現了一個漏洞，那便是幾乎沒人願意一次性支付120英鎊。大多數都選擇了1年1付的方式，因為只要把孩子這個累贅送了出去，後續就算不給錢，嬰兒農場也拿他們沒辦法。但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嬰兒農場一旦遇到逾期的客戶，便會直接將他們送來的孩子殺害。如果遇到買斷關係的客戶，則會毫不猶豫地痛下殺手，這樣他們就能直接賺到120英鎊。所以在維多利亞時期，有不少黑心農戶靠這種滅絕人性的手段發財。據統計，當時英國倫敦郊區的農場每年會收納超過400個嬰兒，至於其中有多少人活下來就不清楚了。但你以為事情就這麼簡單嗎？眼前的東西是維多利亞時期最為普通的奶瓶，是由玻璃瓶和橡膠軟管組成的。但奇葩的點就在於當時的奶瓶商家，他們表示這種全新設計的瓶子不需要清洗，所以奶瓶就成為了細菌的滋生地。嬰兒使用之後經常出現拉肚子、腹瀉、感染和脫水的一些症狀。而以當時的醫療條件根本無法有效救治，但考驗嬰兒的命是否夠硬的挑戰還遠不止於此。就算他們逃過了奶瓶這一劫，還要面臨造假奶粉。因為維多利亞時期的商人幾乎每一個都是黑商，他們將大量的麵粉摻雜到奶粉中以次充好，導致嬰兒們越吃越瘦，直至死亡。過了這個階段，能活下的基本上都是天之驕子了，但他們依舊要接受更多的挑戰。剛剛長出牙齒的孩子會拒絕吃飯，並且哭鬧不止。於是父母們便開始使用嬰兒牙粉，但實際上這種牙粉的主要成分是乾汞，也就是如今俗稱的水銀，並且維多利亞時期還售賣着一種叫做寶寶聽話水的糖漿。商人聲稱無論多麼調皮的孩子，只要喝下聽話水，絕對會一覺睡到大天亮。但實際上這種糖漿中含有大量的鴉片作為安定成分，孩子一旦經常使用，必然會對此上癮，如果劑量過大，更會一命嗚呼。而隨着幸運兒的長大，他們也脫離了奶粉和聽話糖漿，但卻要面對兒童麵包。這種麵包是專門針對6歲以下小孩研發的，做的可謂是又大又白，但其中卻摻雜着2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東西，那便是明矾和刷牆用的牆灰。經常使用的孩子有很大幾率患有消化不良甚至痔瘡，而那些沒挺過去的嬰兒死後也不得安生，因為這個時候他們要被父母拉去擺拍。在維多利亞時期，給夭折的孩子拍照是一種風俗，一般會採用專門的道具固定孩子的身體，或者父母藏在椅子後面扶着孩子。不得不說，那個時代的嬰兒能活下來簡直是一種奇蹟，絕對稱得上天選之人。